大家好，然后我叫王一翔，然后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在 CSEN 参加这个和 BSV 协会合作的这个一个线上的一个DevConf 的这个开发者大会。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是使用 Ascript 在比特币上开发智能合约在开始这个主题演讲之前，我先大概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吧。然后我自己其实在这个互联网行业做了很多年，然后主要从事技术开发。之前包括做过这个移动互联网，包括一些在公链开发上和应用上开发也做过一些事情。那目前我是在这个Ascript Team 的这个联合创始人。然后我们这个目前这个做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就是今天会给大家演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说是比特币智能合约的一个高级语言。那具体来说，我今天这个里面的内容就是会涉及到比特币合约以及 Ascript 的介绍。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正式开始。那首先想跟大家去聊一下的话，就是说智能合约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有的同学有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已经对这个概念比较熟悉了。智能合约是一种旨在以信息化的方式传播验证以及执行合同的这种计算机的一个协议。它允许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可信的交易，这些交易是可以追踪，而且是不可以逆转的。那这个智能合约的概念，实际上最早是由这个尼克萨博大概在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那么现在可能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智能合约这个事情是是在比特币之后的以太网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那今天我们其实想讲的话，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说告诉大家，实际上我们在比特币网络上是可以进行智能合约的开发的。那么我们也会以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如何进行智能合约的开发。在这个简介这个环节我大概会讲3块的内容。第一块是这个比特币 UTXO 的这个模型。第二块我会介绍一下这个比特币原生脚本 Ascript 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和概念。最后我会对比一下这个 Ascript 的智能合约和以太坊的这个 Solidity 智能合约的一些差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 UTXO 模型。UTXO 模型大家有些同学可能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是也有些同学可能不太熟悉。它的全称实际上是 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那么在这个地方我画了一张图来做一些这个具体的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其实有2个transaction 的结构，一个是 transaction 1，一个是 transaction 2。那每一个 transaction 实际上它的内部有多个 input 和多个 output 组成，至少就是说这个 input 和 output 的数量都是至少为1。那么 output 里面，我们从 output 这个内部的结构来说， output 里面又有2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属性字段，一个是 value。这个 value 实际上就是指的是这个 output 所包含的比特币的数量。另外一个是叫 locking script。这是一段 script 的脚本代码。它是用于之后我们会详细介绍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这个 input， 我们可以看，这时候我们可以看 TX2 的这个 input。 这个 input 里面实际上有3个比较重要的字段，一个是 privtx ID， 一个是 index。 这2个字段实际上它是做这个用于索引之前的这个 output 的一个具体位置。那么根据相当于前面这个 TX1 它的transaction ID 是什么，以及这个 output 它所在的这个位置 index 是0还是1，用于唯一确定前面这个它所对应的 output 的一个位置。第3个比较重要的字段就是一个 unlocking script。 这个同刚才所讲的这个 output 里面的 locking script 是对应的。那它们2个组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我们所谓叫联合脚本的一段代码。那通过验证这个联合脚本是否是这个有效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 input 后边的这个 input 是不是可以去花费前面这个 output 所锁定的这个比特币，它是否能够有权利去花费这样的一个比特币。那这样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TX2 里面的这个 input 0，它可以去花 TX1 里面的这个 output 0，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这个 TX1 里面的这个 output 称之为已被花费的 output。
那么同理对于 TX2这个里面这个交易结构里面，它自己也可以产生一个新的 output。那新的 output 同样的结构也是说，它里面需要指定这个 value 和指定一个新的 login script。那由于说这个新的 output 是尚未被后面的这个 transaction 花费的，所以说这个新的这个 output 我们就称之为 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 也就是新的 UTXO。那么总结来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UTXO 模型有这个它的结构实际上是由这个 transaction 内部的 input 和 output 这样一环接一环连接而成的。那么它有这个模型下面是有一些硬性的约束的，比如说这个除了这个 Coinbase 这种交易之外，所有的这个 transaction 的 input 的输入，它必须来源于前序的交易的某个 output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input 里面它需要有两个这个字段唯一来定位前面这个 output 到底是哪个它所有的这个交易除了 Coinbase 的交易，所有的交易结构必须满足这个条件。第二个模型约束是这个每一个交易本身的输入的总额应当等于它输出的总额，相当于这个交易流进来的所有的比特币的总数应该等于它这个流出的比特币的总数。当然这个流出包括 output 的流出，也包括就是说给矿工的这个矿工使用费的这个总和，但是这个总和必须是相等的，这是 UTXO 模型的另外一个约束。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就是说可能有同学比较了解说比特币是用的是 UTXO 模型，但是以太坊其实是用的是账户模型，就是 account 模型。那这两个模型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或者是说它们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那我们首先来看 UTXO 模型下，其实它是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账户余额这样的一个单一的一个抽象概念的，因为所有的这个你的能够花费的这个比特币都是保存在 UTXO 这个余额里面的，而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位置去保护账户的余额，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呢，从这个扩展性上讲 ，UTXO 模型的可扩展性应该是更好的，那它天生更适合于进行并行的处理以太坊的像这种 account 模型，如果说假如说我们对一个合约上的某个这个属性进行变更操作的话，那这种天生是只能进行，目前来说看以太坊来说，它只能进行串行操作，这也是为什么以太坊会经常发现这个一旦合约的这个大家调用合约比较多的话，就会产生拥堵，因为它在处理合约的时候必须得是串行处理，对于同一个合约的调用来说。另外呢 ，UTXO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这个隐私性比较好，因为每笔交易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使用不同的新的这个地址去进行接收和处理的。那这样的话，它可以提供一个更高级别的这个隐私的保护。刚才其实我们介绍了这个 UTXO 模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以及它的一些特点。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就是大家也注意到了，这里面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 input 和 output 里面都有一段 script 虽然它们的名字不一样，一个是叫 locking script， 一个叫 unlocking script， 但是它们实际上都是一段脚本代码。那这个脚本用的是开发的语言，实际上就是比特币原生的脚本语言 script。script 语言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站的脚本语言，它其中包含了一个确定的指令集，我们称为 opcode。这个指令集呢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首先，这个指令集中没有跳转指令，这在一般的这种常见的编程语言里面会比较另类第二呢，它是从前到后顺序执行的。那整个脚本来说，不管是 locking script 还是 unlocking script， 都会内置于这个交易之中，最后它们这个都会由矿工节点进行执行验证。那么说到这里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不能有这个跳转指令，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可以写恶意的攻击程序去使得矿工没办法正常比如说写一个死循环，那么矿工就没办法正常的进行交易的打包和验证操作了这就是script 的一个特点。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script 脚本的一个运行的示例。那首先
我们这个示例会比较简单啊，就是说这个 locking script 锁定脚本它是这样的，就是 op1、op2、op_add 和 op_equal，实际上它有4个这个所谓的操作码，就是操作符务。然后解锁脚本呢有一个操作码是 op3。然后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联合脚本，实际上是把这个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拼接在一块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PT 上这个图上呢所示，我们最下面这个拼接好的这个脚本联合脚本就是 op3、op1、op2、op_add 和 op_equal 这样的一个序列。那么这个联合脚本是如何在比特币的这个网络上被执行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也说到，这个整个 script 它是一个基于站的一个脚本语言，那么它运行时是依靠一个站的那具体来说，我们可以看这个图例我们这个图例显示的是每一个 opcode 执行之后这个站当前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比如说第一个 op3 这个操作码执行以后，那当前这个站顶会有一个数值等于3的元素在站顶上。那么第二个 opcode 1执行完以后，那站顶上就会新加入一个值为1的元素。这时候这个站顶上这个站上面实际上是有2个元素，就是1和3。同理，如果 op2 推进来以后，那这个站上就会变成站顶是2，然后接下来是1、3这样的一个状态。接下来 opcode 这个操作码执行以后，它实际上是把站顶的2个元素 pop 出来，然后把它们加和，把加和的结果重新推到站顶，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新的站的状态，就是说1加2等于3。这个我最后会把这个执行结果3再推回到站上。最后一个操作码 op_equal 实际上它做的是说把站顶的2个元素 pop 出来，然后去比较它们是否相等。如果相等的话，就会推一个 true 的这个值回到站顶上。那整个脚本执行完，这整个联合脚本执行完以后，我们会发现整个站的状态会变成最后站顶上只有一个元素，就是 true。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脚本执行的一个实例，但是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是，任何脚本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联合脚本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联合脚本在执行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异常，并且最后站顶元素为真的时候，表明这个验证是有效的。那相当于我们称这个 locking script 是可以去解锁，这个 unlocking script 是可以解锁这个 locking script 的。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刚才的这个例子，前面讲的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性的例子。那我们下面看了一种最常见的 script 的脚本，叫 P2PKH 脚本。那 P2PKH 脚本实际上它的全名是 Pay to Public Key Hash， 这也是比特币网络中最常见的一种转账的脚本。它实现的功能就是实现比特币转账。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来说，它的这个锁定脚本就长得是这个样子，是有一个 opdupe， 然后 op_hash160。然后需要填入一个收币的这个地址的 public key hash， 然后接下来又有2个操作符务，一个是 op_equal verify， 一个是 op_check sig， 这是作为它的锁定脚本所包含的全部的操作码。那作为它的解锁脚本来说，包含2个操作码。第一个操作码就是说使用这个与 public key 所对应的私钥进行的对这个交易进行的签名，是一个 signature。第二个是这个 public key 本身，它作为第2个参数会传到这个解锁，第2个操作码作为会传到这个解锁脚本里面。对，刚才其实我们通过这上面讲的这2个例子来说，从概念上来说，锁定脚本实际上是描述了一个合约的约束条件它具有的特点是它是比较灵活的，它是可以编程的。是可以去灵活拓展的。那解锁脚本实际上它是提供这个履约的这个证据，相当于你这个合约是否能真的被执行，是相当于你是否提供了这个满足这个合约执行的这些条件。那这些条件是由解锁脚本来提供的。那脚本验证的这个环节实际上就是验证整个联合脚本它的这个合法性。如果这个联合脚本是合法的，那么你就有权去使用这个当前的output 的 UTXO。那么
另外，这个脚本验证的过程其实它还具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具有幂等性。幂等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脚本无论你执行多少次，它都应该是同样的结果就是用任何程序去解释执行它，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的话，它应该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再来看一下，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是用这个 Script 的开发的智能合约和用这个 Solidity 开发的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它们会有哪些这个比较它们之间的不同？那我们通过这样几个维度来看一下。首先就是从执行成本这个角度去看。那从执行成本实际上指的是单笔交易的费用。那目前实际上在Bitcoin SV 这个网络上，这个单笔执行交易的费用是非常低的。那以太坊目前来说最近可能大家也会比较了解，它又进入了一个比较拥堵的阶段，可能单笔交易都需要花至少1-2美金以上。那么这相对于 Bitcoin SV 网络上来说，这个手续费成本至少高了1到2个量级就是10倍到100倍的差距这是执行成本上在 Script 的这个智能合约，它的执行成本会更低。那执行效率上来说，所谓执行效率是指的是你单笔交易的这个从发送到链到确认的这个时间。那执行效率上来说Script 的合约相当于是它因为是在可以有零确认这种更高效的这个确认，所以说它整个确认时间会更短，那它执行效率会更高。那以太坊呢，因为这个拥堵的时间，你一笔交易发上去以后，可能不知道需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够被确认，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涉及的，就是说 UTXO 模型本身天生是具有可以支持并发模型编程的。那这样的话针对以太坊的这种，比如说对于单个合约的比如说多人调用同样一个函数，那以太坊目前智能合约的处理只能是串行的。但是如果是用 Script 开发的比特币智能合约的，它天生就是可以进行并行的处理这是从执行效率角度上来看Script 的语言还是会Script 的这个智能合约还是会占有这个优势最后一点是从这个开发效率上来说，这一点上Script 的语言实际上是不如 Solidity 语言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其实刚才也可以看到这个 Script 的语言的这个实力，它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汇编语言，而不是一种高级语言。那么如果大家写过这个汇编的话，都会觉得这个汇编的这个开发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因为你是需要用操作码一个一个去操作中间会充满了这个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 Script 的这个项目它想要去解决的一个痛点，或者说它带给整个这个生态的一个价值的这个根基，就是说我们想用创造一个类似于 Solidity 的高级语言去解决这个原生 Script 的语言的编程效率太低的这个痛点，然后使得说大家可以更低成本的、更快的、更高效的在比特币网络上去开发智能合约。前面就是介绍了一些这个比特币智能合约的一些基础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包括合约什么是比特币上的智能合约，什么是它的这个基本的这原生的脚本语言。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描述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 Script 的语言通过这几个方面我们会做一些简介，然后会看一下这个语法，然后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开发工具和包括这个 IDE， 然后包括这个 SDK， 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再去看一个合约的样例对，首先这个Script 的这个高级语言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定位为比特币智能合约的一个高级开发语言这个语言天生就是为了解决刚才说的原生脚本 Script 的开发效率太低的这样的一个痛点的。那么我们这个语言实际上它是一种编译型的语言，它的输出的目标语言就是原生的脚本 Script 它自身具有的特点是说语法简单容易学习成本比较低，然后呢它本身是编译型的，而且是静态类型。那么静态类型对于就是你在编写合约的时候会有更好的这个合约安全，然后防止这个比如说一些 bug， 它会更有效的在编译的期间就可以检测出这些问题。然后总的来说，整个合约
这个用 ASCII 编写的这个合约编译之后实例化的时候，会形成我们前面所讲的锁定脚本这个在交易的这个 output 里面可以使用到这种锁定脚本，锁定当前的这个比特币的份额。那么合约调用实际上它会形成解锁脚本，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这个与这个花费这个被锁定的比特币的时候，需要调用这个合约形成这个解锁脚本之后，设置到 input 里面去，那他们就可以正常的进行工作了。这是一个概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ASCII 的语法的一个简介。右边的这个代码实际上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ASCII 的合约的一个样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会有一些关键字，比如说 contract， 那它很简单，就是说声明它是一个合约。然后 constructor 这个大家也会比较熟悉，它是这个合约的构造函数。那这个合约允许有这个可以构造函数可以传进来参数，然后去初始化它的这个property 成员变量。然后比如说像这里面 this 点 x 等于 y 相当于是初始化了它的这个成员变量。那么接下来是function 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这个合约内部只能在合约内部调用的函数。这个 function 有个特点是说必须得显示的返回一个值。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的这个语法是说在函数声明的时候 function sum， 然后后面它会 returns 一个 type。对这个数据类型的话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支持的是一些非常基本的原生的数据类型，包括 int 布尔bytes， 然后会有一些这个 bytes 衍生出来的子类型，比如说 signature public key 之类的。那这个 function 刚才说到，就是说这个 function 它必须得返回有明确的这个 return 语句作为返回，然后它返回的必须是一个语言支持的类型，而且这个 function 只能在这个合约内部调用。那么与这个 function 相对应的就是下面的这个 public function。public function 实际上是它是可以真正被外部所调用的函数。然后它的特点是说，这个函数首先它不需要显示的声明这个 return 的这个值类型，因为所有的 public function 最后一条语句必须是使用 require 内置的一个 require 的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实际上是返回一个布尔值。那么这个 require 函数内置函数是干什么用的呢？那它的参数一般是一个布尔表达式。如果说这个布尔表达式的计算出来的这个值是 false 的话，当前执行就会被中断，相当于你的这个解锁并不能成功。当这个require 的这个参数表达式计算是 true 的时候，它才能继续往下执行。相当于这样说来，实际上在 public function 里面，一般我们会常见的就是说做各种各样的条件检查，去 require 各种各样的布尔表达式，以判断说当前的参数是否满足你的这个约束相当于是传进来的这个unlocking script 是否满足你合约 locking script 里面所要以其达到的这个约束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 ASCII 的一个语法的一个介绍。那这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合约的例子。那这个合约里面除了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 public function add， 那你也可以声明多个public function， 相当于有多个外部调用的函数的入口比如说 add， 比如说下面的这个 sub。那么他们检查的这个内部实际上在检查的执行的逻辑也是不太一样的，这可以根据你自己合约的具体的需求去做一个调整。对，除了这个语言本身，那我为了方便大家开发，实际上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开发工具首先就是说我们有一个IDE 版的这个开发工具是 Visual Studio 的 Code 的一个插件，大家可以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这个插件一栏里面去搜索 ASCII， 然后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插件。那这个插件目前实现的这个功能包括语法高亮、自动提示语法错误检查包括 debug， 还有这个REPL 就是交互式解释器，在 debug 这个 session 里面可以进行交互式的解释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方便大家更快的去更容易的去开发这个
AppScript 的合约。另外，除了这个 IDE 这个 VS Code 这个里面的 IDE 以外，我们还有一个 online 版的 Studio， 这个实际上是更像是一个 playground， 就是大家不需要去安装任何东西，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网址这个界面上去尝试和把玩这个脚本语言以及AppScript 的语言。那它的一个特点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可视化的这个 script 的运行时的一个展示，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截图上的右边这块有 debugger，debugger 这边的话就是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当前执行的这个 opcodes 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展示，然后呢还有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 main stack， 就是它的这个主站上面的这个当前的一个状态，那它是完全大家可以用单步的这种方式去一个 code 一个 code 去执行，然后来看一下当前的这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去用来学习原生脚本的一个，也是一个有力的一个工具。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提供了一个这个为了方便 JS 的开发者开发这个集成 AppScript 的合约，我们还提供了一个 JavaScript 的 SDK， 叫做 AppScript Lib， 这个已经发布在 NPM 上，以 NPM 包的形式发布了。那接下来我们的例子里面也会用到这个开发包。前面讲的这些其实都是AppScript 的语言以及它相关的一些开发工具。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个具体的实例来看如何进行这个比特币网络上的这个智能合约的开发。那我们想要去讲的这个例子是名字是一个叫 UTXO Base 的 token。这个合约的样例，它的需求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要实现一个最简单的可以转移的 token，就相当于是我在比特币网络上去发行一个可以转移的 token。那设计的思路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图比如说我在这个发行的时候，我就这个蓝色的这个框，每一个蓝色的框蓝色的块实际上对应于一个 UTXO。那么比如说我最开始发行的时候有100个 token， 然后我可以通过一笔交易以后，我可以把它变成2个 UTXO， 一个是70，一个是30。那这2个 UTXO 可以有不同的接收人对应的地址，相当于我可以转给2个不同的人，当然可以包括自己了。那么收到70的这个地址呢，它可以继续再进行类似的这种所谓的转账操作。那实际上它也实际上是对这个份额的一个拆分成一个40和拆分一个30。然后同理来说，对于30这个份额来说，它也可以进而拆分成10和20。那么假设比如说我收到30和收到20的这个地址是同一个地址，那我还可以进行另外一种操作，就是我可以把这2个份额合并成一个更大的一个份额，就是合并成50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merge 操作。那这样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思路就是说，我的这个 token 在进行交易的创建的时候，我可以进行 split 和可以进行 merge 2种操作，从而实现了我的这个 token 份额的拆分、转移以及合并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这个可转移 token 的一个设计的思路。那这个里面实际上会涉及到一些技术，包括有状态的合约在比特币网络上使用有状态的合约的技术，包括使用 Op-Push TX 技术这2个技术都会在这个合约里面有所涉及到。那接下来刚才讲的是说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整个 UTXO Base 的 token 的一个大的一个设计的思路。那么我们从更具体的这个细节上来看，我们这个整个合约该怎么设计呢？实际上我们是围绕着这个交易的这个结构来去设计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当前这个幻灯片这个图里面，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它是一个 transaction， 那相当于是我们要设计的是这个 transaction 的内部的这个结构。那刚才也提到过，这个 transaction 实际上是可以分成 input 和 output 2种类型的，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那 input 我们可以看我们目前这个合约里面设计的 input 就是说它至多为2个，那 output 也是至多为2个。在 input 里面它有2个比较重要的东西，一个是说它 priv transaction 的这样的一个像前向的指针，
那这个指针里面实际上，比如说看 input 0里面，它实际上包含了一个 token amount 0，那么意味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在 input 0的这个 prev transaction 里面，它已经记录了这个它所持有的 token amount 0这个数值。然后同理，这个 input 1里面，它的这个 prev transaction 里面是包含了 token amount 1的这样的一个数值而且它们俩都会包含这个 unlocking script 对于前面的就是它前项的这个 output 的一个解锁脚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output。这个 output， 比如说 output 0，它内部那重要的是说它包含一个锁定脚本。这个锁定脚本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合约编译以后会形成一个锁定脚本。那这个锁定脚本之中又包含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就是说 operate turn， 用这个 operate turn 这个操作码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个状态合约的状态，这个状态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持有人以及他当前持有的份额的总量是作为这个合约当前的这个 UTXO 当前的状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utput 0里面这个 operate turn 实际上的组成就是 public key 0加上这个 token amount 0再加上 token amount 1是这样的一个，这是它的一个完全的序列化的一个表示。那么同理token 这个 output 1里面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 operate turn 这个状态负载是 public key 1然后加上这个 token amount 0再加上 token amount 1是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表示的。那么有同学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不是直接用一个 public key 加上一个总的这个token amount 就可以来表示它的一个状态呢？这是一个好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刚才说我们有两种操作，一种操作是 split 操作，一种操作是 merge 操作。对于 split 操作来说，大家可以看这个我们这个图上这个实线的箭头，实际上它意味着表示的是一种 split 操作。那 split 操作相当于是把 input 0然后 split 成 output 0和 output 1两个 output， 那相当于有一个 input 然后变成两个 output， 这是进行 split 操作的它所执行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 split 操作它需要满足的一个约束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刚才说到的同样的对于 input 0来说，它输入的总的 token amount 是 token amount 0，那么它转出来的时候呢，就相当于不管是 output 0和 output 1，它们两者加起来也不能超过这个，应该是和这个 token amount 0是恒等的。这对于 split 操作来说，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规则。然后呢，对于另外一个操作是 merge 操作 ，merge 操作相当于下面的这个虚线所示的这个操作，相当于是把 input 0和 input 1 merge 到 output 0里面。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刚才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会用两个字段来表示它的这个份额？那 token 0实际上意味着这是我从 input 0里面过来的 token 的份额。那 token amount 1实际上意味着表示我是从input 1里面过来的这个份额。那这两个份额不能混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校验的时候，实际上是针对每一条 input 进行总体校验的。如果说它们混在一块儿的话，那有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 transaction 校验的时候没办法知道这个数额是不是它们的这个整体是和整体符合这个整体约束的。所以说这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小的一个 trick。对但是总体来说，整个这个合约的设计，实际上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设计怎么样去设计使用什么样的 input 和什么样的 output， 以及这些 output 里面的这个数据负载 operate turn 后面的这个数据负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那如果完成了这个设计的话，其实你的合约的大部分的应用逻辑就包括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合约应该满足的一些约束，硬性的约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token 的约束也是它的总量加起来是必须得是 input 和 output 是恒等的，这个也是一个硬性约束。那么满足了这些约束之后，实际上你的合约整体其实已经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已经出现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进入这个编码的这个过程了。
那下面这个地方展示的截图，实际上啊，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整个的代码放上去，因为比较长，大家可以在这个下面这个链接里面去看到实际的代码。那我们可以看到最简单的这个合约，实际上根据我们刚才说的啊，我们声明了一个 contract 是 token contract， 然后它具有两个 function， 一个是 split function， 一个是 merge function， 然后根据这个，因为 split 和 merge 它们的具体的操作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们的输入参数也会有所差别。当然会有一些共性的，比如说 sender 的这个 signature 啊，然后会有一些 receiver 的地址，然后包括一些token 的金额和以及这个BSV 它本身锁定的这个 BSV 的这个金额，然后还有这个 TX image 啊，这个是TX image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用 outpush TX 这种技术它需要的一个参数。那这个会如果展开讲的话会比较复杂，我们这里就暂时略过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些我们在这个blog 里面去发的一些文章。对，这是这个合约本身的一个开发。然后当我们完成了这个合约本身的这个开发之后呢，实际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需要去进行一些测试和真正的调用。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去借助这个AScriptLib 的这个库，在 JavaScript 里面去使用这个合约对象。我们可以看这个代码实际上也会比较简单第一行比如说我声明一个 token， 然后通过调用一个 build contract class 用来得到一个它是这个函数是封装在我们的库函数里面的，它的作用是读取合约的描述文件，生成一个自定义的合约类。那么相当于我通过调用这个函数得到了一个 token 类，那这个 token 类相当于是我自定义的这个合约本身的这个类对象。那么第二行呢，比如说我可以用这个 token， 就是 new 这个 token 类，相当于是实例化了这个合约，产生了一个合约对象这个合约初始化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参数构造函数参数就完全需要对应于你的合约里面的构造函数的参数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 token， 最下面一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 token 点 data load 等于一个赋值的一个语句。那这个 data load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合约状态数据的一个访问器，它实际上它的实现本身是用了借助于 opReturn 这个操作服务，以及把后面的这些数据作为一个序列化的一个值去放在这个 opReturn 后面实现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那序列化的我们当前这个合约的这个 data load 是由这个 public key 加上刚才说的分别两个 input 所对应的 token 的值，我们可以初始化为一个是10，一个是90。那总体来说它是有100的这个初始化的份额。对，接下来就是相当于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对象之后，那么我们需要要进一步来进行写一些单元测试。这个单元测试的话，我们是支持使用 JavaScript 来写这个单元测试这个地方这个例子右边的这个例子实际上是用这个 Mocha 这个框架去写的一个 AScript 的合约的单元测试。大体上这个本身代码可能会长一点，但是从大体上来说是分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首先需要去构建一个交易这个交易需要去设置这个交易的这个交易里面的这个输出的这个锁定脚本，根据咱们之前讲的这个设计是一样的，要去设置交易的输出脚本，然后需要去构造这个合约调用方法的这个所需要的参数，然后最后是这个验证这个合约调用方法它是正常返回。然后对应的代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可以看，比如说这里面有这个 test split 这样的一个帮助的这个 function， 那这个 function 里面实际上比如说 tx 下划线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交易。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设置它的这个output 的 script， 那我们设置的方式是说 tx 点 add output， 相当于加了一个 output， 这个 output 的 login script 是上面的两个 output 分别是 new login script 0和 new login script 1，相当于分别设置了两个 output 的 login script。然后下面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getPreImage 这个方法去得到我们这个 split 函数需要的一个参数，就 preImage 这个参数。然后同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signTX 来得到
这个 signature 的这个参数最后就是这个相当于这个帮助函数返回的是这个合约 token 点 split， 然后把所有的参数按照合约约定的这个方式传进来。那它返回的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方法调用。那这个方法调用实际上它在实现内部来说，它也是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在写测试的时候，我们最后一行实际上就是主要是我们的 unit test 的核心，就是说我的期望是什么？我的期望是这个 token 点 split， 当我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然后我可以用点 verify 去验证这个函数在调用的时候一定是返回一个布尔值为 true 的一个真值的。那么其实最后一行就是在表述这个意思，相当于说我 expect 这个函数调用，并且我在 verify 它的时候，它是返回一个真值。那因为 verify 这个本身这函数需要使用到一些 context 的参数，那这个包括就说这个 tx 呀，然后这些 input index、input satoshis 都作为它的 context 需要作为参数传进去。那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是 verify 这整个合约没有问题，包括你前面的这个交易的构造都是没有问题的话，它肯定是可以返回 true 的。那返回 true 也意味着这个合约调用是一定成功的，一定可以成功的。那如果有任何异常的话，这个verify 函数就会抛出异常，并且告诉一些并且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上下文。对，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如何用 JavaScript 来写一个 AppScript 的合约的测试，单元测试。那么如果单元测试也通过的时候，下一步实际上就是我们需要进行这个合约正式上线前的一个测试网的测试。那测试网测试实际上就是要做的，就是说把合约部署到这个测试网上去，并且通过向测试网发送这个合约的相关的交易来验证是不是如我们预期的，它是能够正常继续往下进行的。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部署这个合约。右边的这个代码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说比如说如何去初始化这样的一个合约对象。那真正去部署合约的代码是，比如说我们看最下面的这个 locking found to contract to 这个 script 这个注释以下的这一块，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生成了一个 locking transaction， 然后我们把这个生成了一个新的 transaction， 这个 transaction 的 output 0设置为我们这个 token 合约的 locking script， 然后签名这个 transaction， 并且发送到测试网。那相当于通过设置这个一个交易的output 0，然后来实现这个合约的一个部署。那么当这个合约成功部署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合约的调用了。那它的调用的这个过程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unit test 的过程是非常类似的。那也是分成这几个步骤。首先就是需要构造交易，那构造交易核心实际上就是在构造这个交易的输出以及它的锁定脚本。然后呢，需要计算这个合约调用的时候，这个调用的这个合约函数 split 这些函数所需要的这些参数值，包括 preimage， 包括 sig， 这个跟之前的这个 test 是完全一样的。最后是说唯一不一样的时候是我们在最后不是说去 verify 这个 call 是不是返回 true， 而是直接把这个token 点 split to script 作为把它转换成解锁脚本，并且设置到这个交易的 input 里面去。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是说我们完成了整个交易的构造，然后把这个交易发送到测试网上去，从而实现了这个合约的调用。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我想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这个单元测试以及它这个合约在测试网部署的这个调用的过程是怎么样去这个操作的。那我可能需要切到这个外面去演示一下。目前来说我们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讲的这个 token UTXO 的这个合约文件那这个是它合约文件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包含了2个 function split function 以及这个 merge function。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unit test。那这个 unit test 呢，实际上整个就是我们刚才展示的只是 split 的一部分。
我们如何运行这个 unit test 呢？有2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我们在这个当前这个 unit test 的文件里面右键，如果大家安装了这个Ascript 的这个插件以后，它会有一个选项是 Run Ascript Test， 然后我们可以去右键执行这个结果。对，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输出里面就可以看到说 OK 这个2个 test 都是 pass 的，对，相当于是这2个 test 都是通过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命令行里面使用这条命令 npm run single test， 然后杠杠，然后指定这个单独要运行的这个 test 文件，然后去回车运行。实际上这2个都是调用的是同样的这个npm 的这个命令。对，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这2条 test 是可以通过的，这相当于说 OK unit test 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执行这个测试网上的这个合约的部署和调用。那么这个合约部署的调用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在 deployments 下面有一个 token utxo.js。那么我们要运行这个文件也很简单，就是使用命令 node， 直接使用命令 node， 然后这个文件的位置 token utxo.js， 然后去运行。OK， 当大家因为我们这使用的是那个 boilerplate 这个项目，那大家第一次运行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输出，说是 missing private key， 需要去重新生成一个。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测试网是需要一个需要去向测试网上发送交易的，那么你必须要事先有一个已经有一些BSV 的这个私钥作为这个它的这个输入，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是默认是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地址的。那大家需要去做的是什么呢？需要去做的是说，用我们下面比如说我们这儿生成了一个新的私钥这个地方这儿是它的这个私钥的值，然后这儿是它的地址。使用这个地址去下面呢，我们提示的这2个水龙头去接一些免费的 BSV， 测试网上的 BSV 用来做测试。然后呢，如果你接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私钥来进行运行这个当前的这个测试了。那接到以后呢，我们需要去更改的是说这个 private 有一个 private k.js 这个文件里面这个 k 这个在它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声明的 const 的 k 这个值默认是空的。那我们现在作为例子，我们填上一个值。OK， 我们改了这个 private key 之后，我们可以再尝试继续运行再次运行这个 node 命令。那现在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脚本文件在执行的时候，它会打印出这个几个 transaction ID。那 founding transaction ID 实际上就是我们部署合约的 transaction ID， 然后 split transaction 和 merge transaction ID 就是我们调用 split 函数和 merge 函数的这个transaction 的 ID。大家可以用这个 ID 去这个测试网浏览器上去查验这个 transaction 是否正常的上链。OK， 最后其实还有想给大家展示一下的话，就是说我们如何启动这个debug。对 debug 的话，相当于我们刚才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 token utxo 这个 Ascript 的合约里面，本身我们现在可以设置一些断点。然后呢，另外我们切到 debug 画面以后，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我们选择 debug token utxo 的这个配置，然后点击 debug 启动 debug。OK， 我们可以看到启动 debug 之后呢，程序会自动停止到我们第一个所设的断点这儿那到达断点之后呢，我们可以使用比如说正常的单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单步之后那这些变量我们都可以去通过这个 hover 上去看到它们当前的一个值。另外呢，我们在这个 debug console 里面实际上也是可以用这种交互式的这个方式去查看一些变量的一个值比如说现在当前是未定义的。那现在这个执行过之后 ，OK， 这个值就是有一个具体的值了。然后如果需要继续执行下去，就 Continue F5， 它就会运行到下一个断点。那么继续 F5。
最终结束debug 结束，最后如果说这个合约没有问题的话，会在 debug console 里面展示它的执行是成功的。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是说我们如何去 debug 这样的一个合约，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进行debug。好的，那我们的这个演示环节就到这儿。今天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主要讲的就是说如何在使用 Ascript 在比特币网络上去开发智能合约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一些介绍和这个实例，大家其实也可以了解到，在这个比特币网络上，实际上去创建智能合约，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了。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参与进来，是能够和我们一样，就是说去参与到这个去创建真正有价值的这个比特币智能合约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中来。那么如果大家对我们有更多的兴趣的话，可以访问我们这个 ascript.io 这个官网去看到一些我们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然后也可以通过下面的这个我个人的邮箱跟我去取得一些联系。另外就是我们刚才在演示过程中，实际上用到的这些合约，用到的这些例子，实际上都是在 GitHub 上有一个开源的项目，是我们这个Boilerplate 项目前面的这个 PPT 里面其实也有链接，大家可以去尝试去 clone， 然后下来去运行这些项目，去体验一下真正的这个开发和这个测试发布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的话，其实就是说还是想感谢一下这个比特币协会和 CSDN， 然后能够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展示。然后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接下来的一些嘉宾带来的精彩的演讲谢谢大家。